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走了，所以从小到大，是我和我妈妈2个人一起生活。我和妈妈之间，不管谁发生任何事情，都是有商有量，商量着来的。现在妈妈出了问题，一时之间，我突然不知道该找谁去商量这个事儿了。所以，你是想听我的意见吗？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想我应该会全盘如实托出。你是说实话实说？不好意思。其实无论最后阿姨怎么选择，你都要让她知道你是支持她的。当然，前提是让她知道所有治疗的可能性，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里面，尽量去帮她理性的做出选择和判断，还要配合好医生，不要留下任何遗憾。而且还要看阿姨是什么样的性格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她沟通。我妈一向都喜欢直截了当，我跟她之间没有什么事儿是藏着掖着的。除非你可以瞒着阿姨，把这出戏演好了，不让她发现。当然了，这些只是我的预想。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也没有设身处地的去经历，所以我不能完全从你的角度出发帮你考虑。不，你说的是对的。其实这个时候，我不应该去感性，而应该是理性的去面对思考。起码，我不能先倒下。你接吧。没关系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可以陪我坐一会儿吗？不需要说什么话，就只是这么静静的坐着就好。以前不觉得，现在才知道可贵。你知道吗？也就在几年前，我外婆也被诊断出是癌症晚期。当时我们全家都试图去瞒着她，可没过多久就让她发现了。外公倒是很坦诚，直接告诉她事情的真相。2个70岁的老人很酷，说放弃治疗就放弃治疗了。最后外公带着她开始全世界的各地旅游。那会儿医生说，我外婆大概也就只有半年的时间了。可外婆却奇迹般的跟着外公，一起在外面玩了整整2年。之后很安详，很幸福的离开了。现在回忆起那段时光，记得外婆脸上灿烂的笑容，那应该是她最开心、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吧。如果当初真的选择保守治疗，过程痛苦不说，治疗还未必有效果，所以这件事情改变了我很多，对很多事情固有的看法。也许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，都需要换个角度去思考。也许吧。小静。喂，叶嘉诚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李叔叔都已经到了，你还不接我电话？小静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有点事耽搁了。等等，我马上就到，好吗？你有……喂？你快去吧，我没事了。行，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再给我打电话吧。相信我。
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小江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知不知道李叔叔早到了，一直在等你。你知道他有多难约，我怎么约到的？你怎么能迟到呢？不好意思，有事耽搁了。什么事比这事更重要啊？这关乎到你的未来。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只靠我爸爸，我们也得靠自己帮我们铺平道路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想着靠宋教授。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让你带的设计图纸，还有给李叔叔的礼物。你出来之前我特意叮嘱过的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忘到之前那个地方了。叶嘉诚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今天约李叔叔就是为了看你的设计图稿，结果你没带。另外，人家愿意来是因为看我爸的面子，你让人家空手回去，你懂不懂事儿啊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出门的时候真的带了。要不，我现在进去跟李叔叔说一声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，把东西给我取回来。现在？没必要吧？我可以进去跟李叔叔叙述一下我的设计理念。谁有功夫听你说啊？人家今天愿意来，无外乎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和人家建立一种联系。李叔叔真的是看中你的设计图稿吗？我告诉你，人家看中的是我爸的面子。搞关系我不擅长，如果不想聊设计的话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让我一个人进去啊？这个李叔叔本来就是你想见，不是我想见啊！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是在帮你，不是在求你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我不需要。哎，叶嘉诚！妈，回来了。累吧？还好。来吃苹果。妈，今天医生给我打过电话了，检查结果出来了。没问题吧？妈，我们非常幸运，是早期，医生说是可以治疗的。你别骗我。我都已经咨询过医生了，医生说没有问题，只要是早期都可以治疗，5年内都不会有问题，所以你要相信我，一定要有信心哦。如果是恶性的，我不治。就算是恶性的，也不代表就没有希望。现在乳腺癌都已经不是癌症了，你看，在国际上都已经提出了口号，要把乳腺癌变成慢性疾病，那就说明这个疾病已经在慢慢得到了人类的控制。医生也说了，乳腺癌可怕，但又不可怕，只要你愿意积极治疗，一切都是会有希望的。你别跟我说那么多大道理，我知道这个病很花钱的，我不会成为你的负担。妈，这个方面你不用担心，我都已经问过了。除了手术费有点贵之外，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商量的。我不会治疗的。你爸爸就是癌症，这个病又痛苦又花钱。妈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医疗技术都已经进步了，我一定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，给你安排最好的治疗方案，一定会把你治好。至于钱的方面，你不用操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一个大学生，我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已经成年了，何况你还有医保呢。妈，生病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还没开始治，精神上就首先放弃了。答应我，接受治疗好不好？就算是为了我，妈，我也不想失去你，你也不想失去我，所以我们俩一定要在一起，好好的，
好不好？你好，你好我问一下，化验在什么地方？哦，您身后拐角右手第2间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放松啊。好久都没有跟你这么朝夕相处了。你去大学读书，妈妈也不能打扰你。现在倒好了，成天在家腻着，我都有点不习惯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我对妈妈的关心太少了。没有啊，你的孝心妈妈感受到了。你看谁让我生了这么一个漂亮聪明的女儿啊？你说我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哎呀，妈在想，即便我结局不尽如人意，但是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哎，妈妈，犯规。所以你今天的巧克力限额取消了，说好不许悲观的。我错了，我检讨。看到妈妈承认错误的态度，这样良好，我决定中午请你一顿哇超级大餐。大餐？你哪儿来的钱啊？妈妈有一种东西叫做奖学金，哎，谁让你的女儿这么优秀？哎呦，我的宝贝。走。老是听我们家俏俏提起你，说你是她最好的闺蜜，对她特别好。我今儿一定得好好谢谢你，替我好好照顾我们家俏俏。我跟俏俏都已经认识4年了，要说感谢，也不该是你谢我呀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来，这杯酒我敬你。我不喝酒，不好意思。俏俏，感觉你闺蜜好像对我有点意见。哎，是不是你总背着我说我坏话来着？哪有？师姐特关心我们俩，特怕你欺负我。是吗？别说我的事儿了，谈谈你俩吧。你俩以后想怎么打算呀？一直这么远距离恋爱，应该很辛苦吧？辛苦当然是辛苦了点儿，可谁让我们俩两情相悦呢？不再朝朝暮暮。那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呀？总不能一直这么两地分居吧？我当然听我们家俏俏的了，全听她安排，我当然无条件同意了。俏俏，我今天把话放到这儿，不管咱们俩在不在同一座城市，我对你的感情永远都不会有任何变化。子松，我现在去苏州工作了。你现在在苏州很稳定，我大学刚毕业还是白纸一张，去哪发展都一样。这样，就彻底结束咱们俩牛郎织女的遥遥相望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太好了，你能愿意为我去苏州，我真的特别感动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之前一直有过这个想法，只不过我怕被你拒绝，而且我也不想让你放弃现在这么稳定的生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跟我去了苏州，就等于放弃了这里的一切。你想想，你的朋友圈、生活圈就都没有了，甚至还有你最好的闺蜜，在苏州你们俩也不能经常见面，到时候你心里肯定会失落。万一那会儿你工作再不顺心的话，我担心你心里的这种落差会影响咱们俩之间的感情，那就太得不偿失了。而且你也知道，我现在的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我担心你跟我过去会吃苦，那样我会愧疚，会心疼的，啊！别总替我着想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
我吃苦不怕。赖俏，你简直笨死了！你还听不出来他不想让你去苏州吗？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，女人恋爱起来呀，就是没头脑。俏俏，其实呢，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已经劝过我们领导在这边开设分公司，到时候啊，我就申请来这边工作，不管职务是高是低，只要能来，我就无条件同意。还有啊，你别老想着为我改变什么，我是个大男人，要改变也是我为你改变。真的呀？你真的愿意为了我来这边工作生活啊？我当然愿意了。哎，那要是万一新公司没有开成呢？要是不开的话，我就立马辞职，绝不回头。你真好。哎，今天见完面，你对子松感觉如何啊？是不是放心了？网恋不全是见光死，不靠谱吧？你真的放心把他一个人留在苏州吗？虽然说是要开分公司，可是这公司现在还是没影子的事儿，谁知道他到底要在苏州留多久啊？师姐，亏你叫时间，一点耐心都没有。幸福会来的那么容易吗？等待也是种幸福，你懂吗？不懂，你懂。哎呀，幸亏我昨天投了简历，过2天易贸就应该安排我去面试了。你跟我一起去吧，反正简历都已经投了，万一都面上了，我俩在一起工作还互相有个照应，这不很好吗？我才不去易贸呢，我对那儿不感兴趣。易贸你都没兴趣啊？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啊？只要不是易贸，其他都可以啊。当然了，必须得是薪水好的地方。虽然我妈的手术费呢，现在按照家里的存款来说是够用了，可是后面一系列的费用我还是需要准备起来的。所以幸亏那几家大的公司我都已经投了简历，薪水都不错，现在就等他们的消息了。姐，虽然我没有什么钱，但多少都可以凑点儿。你要是跟我见外，我对你不客气啊。好啊，先拿100过来。啊？嗯。你还在等什么？我都已经站在你面前了，你还要让我怎么样？你要我干嘛？道歉啊！如果你现在跟我道歉，我就原谅你。如果我不道歉呢？不是，你不会认为是我错了吧？你知不知道那天我为了解释你没到，我脑袋都快转死机了。我光道歉就跟别人说了多少遍，腰都快弯折了。你要知道我在我们家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，什么时候看过别人的脸色啊？那天我的确不应该一走了之，我应该进去跟他们解释一下，不应该留你一个人去面对。你终于想通了，我就知道你绝对不会是一个朽木不可雕也的人。我想通了，我不喜欢你做事情的方法。更准确的说，我不适合，我没有办法按照你给我规定好了的人生轨迹去进行。这不是我的性格，也不是我的生存之道。我希望别人关注我是因为我的设计，而不是因为我会去搞人际关系，也不是因为我和你的关系，更不是因为你父亲的地位。哎，嘉诚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说什么闲话了？没有，这是我个人想法。
嘉诚，我知道你自尊心很强，这也是我最为欣赏你的地方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真的想多了。你现在那么出色，是因为你真的很有才华。但就算再有才华，那也需要好的机会，需要好的伯乐去发现。好上加好的事情，别人求都求不来呢，你怎么还矫情起来了？我不是矫情，我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，去工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以后不勉强你了，行吧？那天我不应该跟你发脾气，你别生气了。这事儿，不然就算我们一人一半错，好不好？嘉诚，别送了，嘉诚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，亲爱的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上次你落了东西在咖啡馆，我本来是想快递给你，但担心这是贵重物品，所以就想还是亲自送过来比较安全。不好意思，这些东西应该我自己去取的，麻烦你专门跑一趟。刚刚看到宋师姐上去找你，所以就没好意思去打扰你们。你在这里一直等到现在。其实，这些东西你完全就可以放到楼梯口的，不必。对了，你妈妈最近怎么样？已经住院了，她过几天就要进行手术了。那次跟你聊完之后，我就决定跟她坦白一切。所幸的是，她的反应并没有太激烈。那就好。如果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，你随时打给我。其实最近我正在找工作，所以师姐，师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上次我跟师哥遇到，他落下了东西，所以我给他送过来。你们俩怎么会遇到？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上次的那个。易嘉诚，你上次迟到就是为了见他呀？哎，不对，你们俩怎么会单独见面？你们俩什么时候有彼此联系方式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，这什么情况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这不是上次赶得急，所以。师姐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这真的不能怪嘉诚。嘉诚，你凭什么叫这么亲热啊？你不会接近我、认识我，就是为了他吧？啊，你喜欢他是不是？小晶，不要这样。我怎么了？你还维护他？叶嘉诚，你是不是也喜欢他呀？要不然你怎么会为了他爽我的约呢？我说你有没有搞错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怎么了？不是的，师姐，真的不能怪他。我看你完全就是找借口接近他。不对呀，师姐，如果你喜欢他，你可以直接追他，你为什么要拐着弯的通过我接近他呢？我看你就是跟我示威，跟我较劲是吧？小晶，行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都已经跟师姐说清楚了，
你别再无理取闹、咄咄逼人了。我无理取闹，我咄咄逼人？叶嘉诚，这件事情明明是你错了，我还委曲求全跑过来跟你道歉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亏我不放心回来看看，结果你在干什么呀？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什么都没……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，我先上去了。秦东，你怎么这么处理这件事情？爸，原本这件事情是想能压下去，尽量压下去，给出问题的房子的业主进行单独的赔偿，但是没想到最后，他们还是把这个事情给捅出去了。这么大的问题，你压得住吗？你这么投机的处理问题，你知不知道会让问题更严重？我这不是想帮公司省点钱吗？房子呢？房子的处理方案，我已经跟建筑工程师商量过了，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和升级改造，我保证，房子的质量不会再有问题了。一佩，你的想法呢？说说你的看法。爸，易佩是做服装生意的，地产他哪儿懂啊？如果要问我的想法的话，全部推倒重建。很显然，现在业主已经对我们的房子起了疑心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无论我们如何修缮，也无法打消业主内心的疑虑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全部推倒，全部过程公开透明化，才有可能重新建立业主对我们的信任。说得轻巧，推倒重建。推倒重建不花钱呐，这钱谁出啊？你出啊？我做过了考察，目前只有一栋楼修到了4层，其他的只修到了1层，所以说现在推倒重建对我们的损失不是很大。虽然我们损失了工程款，但是我们至少保住了房款。如果说有业主要求退款，我的建议是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心，一定要果断退还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就算业主拿到了全部的房款，以现在的房价，他怎么可能买到和格兰城同等条件的房子呢？所以我认为，至少有80%以上的业主他不会这么做。而最关键的是，我们保住了易茂地产的名声，还有让大家看到了我们处理问题的决心和气魄。这不仅仅给易茂地产，包括整个易茂集团都带来了巨大的无形的资产。还有啊，对于这个延期的问题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，那就是给所有业主建立一个终身免费的娱乐健身会所作为赔偿。等1年也是等，等1年半也是等。虽然晚点拿到了房子，但是跟终身免费这个服务比较，业主不傻，他应该算得明白这个账。说的可真漂亮啊！成全了所有人，单单给我挖个坑是吗？很多事情啊，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，而忽略了长远的目标。格兰城这个项目，它就是个例子。什么意思啊？易佩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你的意思是我易京东只能看见眼前利益，没你会顾全大局是吗？别说了，我呢赞成易佩的方案，格兰城呢就交给易佩来处理。秦东，你暂时不要管了。
爸，格兰城的项目怎么能交给他呢？一佩不可能比我更了解情况。散会。爸，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？你怎么能把格兰城交到？哟，易佩也在啊。你的速度比我快。我正在和外公商量，毕竟我年纪轻，经验少，格兰城的事情还是交给舅舅去处理比较稳妥，我就不跟着瞎掺和了。小佩。格兰城的处理方案呢，就按照你的意思来做。有什么困难找我，我支持你。爸，行了，小佩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秦东讲点事情。好的，外公，那我就按照您的意思去做了。爸。您这不是当面打我的脸吗？谁是您亲儿子？我才是您的亲儿子。他是姓易，但他是您的孙子，是外孙，我才是您亲生的。您怎么帮外不帮内呀？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？我没去几次澳门。你在澳门赌场到底欠了多少钱呢？爸。是不是又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呀？我在问你话。爸，您知道，都是一帮做生意的朋友，陪他们去澳门坐一坐、玩一玩，我就跟他们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欠了多少钱，你拿什么去还债呀？我把格兰城交给你，没多久就出事了。我知道，你把精力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格兰城的事情，我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了，你全权的转交给一佩。你在家里面闭门思过，如果再去赌的话，被我知道了，就不要来见我。澳门那边如果缺钱的话，尽管和我开口。笑里藏刀这一招，你倒是学得比我快。您记性可能不太好。格兰城这块地是谁拿下来的？表面大度，其实心里还记着仇呢，是吧？有你的。哎呀，这还没毕业你就要搬走，我这心里怪舍不得你的。我妈明天得入院，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事情，我担心在毕业之前我没有时间搬家，所以就只能提前走了。我感觉吧，这刚入校没多久，这一转眼就快毕业了。这大学生活呀，一眨眼就要结束了。哎，你说，我们的好日子是不是要到头了？我呀，没有时间去缅怀过去，后面还有一大堆事情在等着我呢。哎，对了，阿姨什么时候手术啊？她还得再做一次全身的体检，等医生安排好时间就得做了。倩，对不起，现在才知道你是真心帮我，可惜我明白得太晚。现在我只能先离开一段时间，走之前想见你一面。你现在在哪里？
对不起。如果早点听你的话，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。你这是要跑吗？你可不能干这种傻事。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，没有人愿意帮我。他们跟易钦东都是一伙的，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我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所以，我只能去外地，先避避风头。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找你的。我不能去坐牢，一旦坐牢，我这辈子全毁了。你现在走了才是这辈子全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相当于是在畏罪潜逃，你逃得了一时，但逃不了一世。你总有一天是要面对自己良心的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去自首，向检察机关交代自己所有的问题，上交所有的回扣。易佩易总他会给你找最好的律师，尽可能帮你争取到从轻处理。自首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阿姨，俏俏啊，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？不用，我自己拿就行。哎呀，小简怎么让你一个人拿呢？他人呢？他呀，哎呦，他去见常进了。哎呀，说到嘴了，阿姨，你千万别跟石简说是我告诉你的啊。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坐。俏俏啊，他是不是跟常进分手了？您知道了？常进啊，好长时间没到我家来了，我想他们可能是分手了。你看，果然是分手了。小姐没让我告诉您，怕您担心。不过没想到您已经猜到了，那就不算我八卦了哈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哎呀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他俩可能就是没感觉了，然后就分手了呗。是不是因为我的事情？怎么可能呢，阿姨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可能是因为您的原因呢？哎呀，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呀，谈得来就谈，谈不来就分手，都是家常便饭。阿姨，您别想多了哈，说不定小简离开了他，还能找到更好、更优秀的男朋友。可是你说小简情绪没什么波动啊，你说要是真的分手了，他难道一点都不难过？他俩肯定是和平分手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分分合合，都是小 case， 没事的。你说他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原因？哎呀，绝对不是的，阿姨，我10000个保证。这说不定石简进了大公司啊，这青年才俊比比皆是。以咱们小简的条件，到时候还不得挑花眼呢，对不对？听你的意思，他是要去找工作？对啊，你不知道他不考研了吗？他已经复习1年多了，他怎么不考研，怎么放弃了呢？他现在在各种投简历找工作呢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感觉你好像变了很多，变得成熟了，变得有主见了，感觉自己快不认识你了。是吗？你发现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今天我下了车，可能我们就结束了，是我活该。希望有一天我出来，我们还能成为好朋友。虽然现在你需要付出短暂的自由，但生活总是会重新开始的。我们虽然做不了情侣，但还是朋友。再见。
为自己早忘记了这段感情，可望着他的背影，我仍百感交集。再见了，我的初恋。这下你可以放心了，荷兰城又重新回到你的手里了。我对你的承诺，现在还可以兑现。我把格兰城的账目给你，没有任何所图。我说过，我什么都不要的。不起。他是不是跟常进分手了？您知道了？是不是因为我的事情？怎么可能呢，阿姨？您想哪儿去了？你说他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原因。我不会治疗的，你爸爸就是癌症，这个病又痛苦又花钱，一定会把你治好。至于钱的方面，你不用操心。您不知道他不考研了吗？他现在在各种投简历找工作呢。妈，要不然我出去找工作好不好？世界这么大，我要是出去闯一闯，没准就闯出一片新天地来了呢。我回来了，妈，东西有没有收拾好啊？恰恰有没有把东西送过来呀？嗯，在屋里呀。妈，妈，这么早睡着啦？哎呀，被子都不盖。妈，哎呀哎呀呀呀呀！妈，喂，喂，易总，你走了吗？你能不能现在马上过来？我妈她服药自杀了。你等我，回尸检下车的地方，快！喝杯水，镇定一下。你妈妈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她上个礼拜查出来有乳腺癌，而她还一直在我面前强撑着，很坚强的样子。是我错了。医生，谁是方儿的家属？我是。幸亏你们送来的比较及时，药下去的时间也不是太长，现在病人已经脱离危险，清醒过来了。我们刚给他洗了胃，现在正在输液，以加快药物的排泄。目前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但是还是要继续留在医院观察观察。我可以进去看他吗？现在病人非常需要平静，不能再有大的情绪起伏。你就一个人进去吧。好。
小姐，妈今天犯大忌了，你生气了吗？今天不算。今天我也犯规，回家晚了，咱俩算是扯平了。那妈还能吃巧克力吗？今天给你特权吃1盒，我一会儿就去给你买。你这个小警察当的呀，真是太宽松了，而且还任性。谁让我是您的女儿呢？这都是遗传。妈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许再这样了。这是最后一次。妈答应你。可是你以后啊，不管是恋爱、分手，还是工作，这些大事，你都得跟妈说。我们俩不是说好了要坦诚相见的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今天妈一睁眼能看见你，妈真的是很高兴。给你擦擦眼泪吧。谢谢。陪陪你妈妈吧。易总，之前你问我有什么要求？怎么？是有什么想法？请你给我一份工作。我的情况你都知道了，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。我需要挣钱。我会考虑。进来，孙院长。家长，坐吧。哎，考虑的怎么样？院里边已经讨论过了，如果拿灵鸟这个设计方案去竞标市政府那个工程，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对方的负责人对灵鸟的设计也很感兴趣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这个项目就由你带队负责。孙院长，谢谢院领导们对于灵鸟的认可。可是我认为灵鸟不适合这个项目的建造意图。如果要参加竞标的话，那难免要修改很多的地方，我担心会失去灵鸟本身的特质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既然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院里边也尊重设计者的想法。只是灵鸟就这么放在这儿，可惜呀。对了，孙院长，这个比赛咱们去年没有及时把灵鸟送进去，那今年又开始了。您看今年，这个我对你有信心。大赛明年7月份才举办呢，你还有充分的时间准备，你也好好努力，肯定没问题。好，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想跟您沟通一下。最近院里边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，你不要着急，回头咱们再具体聊。好。这次比赛啊，你就带着小晶一起做吧，让她好好跟你学习学习，积累点经验啊。没问题。那
院里的工作也不要因此疏忽了啊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兼顾好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格兰城今日开始动工拆除已经建成的楼体。易茂地产向业主承诺重新建造，所有相关的建筑材料全部对业主透明，但交房时间延迟推后，给购房业主还是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。好的，张律师，我知道了。易总，帮常进找的律师已经开始工作了，案件也开始准备了。希望能帮到他吧。我听说易钦东飞到英国散心去了，我们还要在这儿帮他擦屁股。要我说啊，就该把他流放到非洲去喂长颈鹿。长颈鹿吃素。先不管他了。格兰城起死回生，这才是关键。我听销售部门说了，收有一半的房主不要求退房了，不过他们要求补偿。不允许任何形式下的单独私自补偿，一切都要按照公司的标准办。明白。哎呀，俏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都赖我嘴瓢，说话不过脑子，让您伤心难过，差点铸成大错。对不起，阿姨。对不起啊，小姐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怎么了？在这儿待多久了？其实我也没多久，你们就回来了。进去吧，进去。来来，进去进去，赶快赶快啊！来进去吧。来，你陪我妈聊一会儿啊。好。阿姨，哎，您可千万别再吓我了，我胆小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有一点事情心里就藏不住。谈恋爱了吧？你看你那小脸啊，红红的，像个小桃子。阿姨，您比师姐还神呢。说说说，说了，阿姨给你八卦八卦。阿姨，人家不好意思说了，就是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西安在网上聊了好几个月呢。他在苏州工作，对我特别特别上心。你看你多有福啊！哎呀，不像我们小姐，她过去那个常进那个小伙子啊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好像挺有事业心的。可是听小姐说呀，她最近的情况，这年纪这么轻，心术不正，她把自己的前途都毁了。是呀，阿姨，幸亏咱们小姐跟他分手了，以咱们小姐的条件，肯定会找到更好的。来看电视。格兰城之前建成的那栋楼已经消失在工地上了，剩下的3栋楼也将陆续开始推倒。易茂这次大刀阔斧的决心和态度，缓解了业主们的情绪，在业主们的监督下，相信楼盘可以顺利完工。这么看，易茂对这次事件处理的还是蛮好的。易茂可是大公司。阿姨，我去把简历投了，把小简的也投了。哎呀，但是呢，小简对易茂不感兴趣。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件事吗？肯定不是。我倒是希望你们两个进一个公司，这样呢，互相有个帮衬，我心里呢也好安心一点。谢谢阿姨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易总，那些依然要求退房的业主，我已经安排他们办手续了。不过有意思的是啊，他们不少人都开始反悔了。估计是转了一圈也找不到像咱们这样性价比的房子了吧？真被您猜中了。我算了一下，最后要求退房的不到10%。你跟财务和法务说一声，让他们办的尽量慢一点。等我把格兰城的配套设施的事情确定了之后，消息一放出去，我会让它降到1%。对了，你再帮我安排一下，让石简到我手底下来工作。石简，易总，这个石简不过是一个大4还没有毕业的学生，是，他是挺聪明的，可是，我觉得格兰城的事情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。这个不用你操心。你去发一个总经办的职位需求给人事部，再帮我安排一次面试，单独和我。我知道了。
这平时习惯了小晶叽叽喳喳的，这会儿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？刚才出门的时候是谁跟我说，易佩对嘉诚的设计很感兴趣，还让我帮着夸奖呢？爸，您知道吗？和李叔叔的饭局，嘉诚没有出现，人家是跟小姑娘去约会了。哟，我女儿都有竞争对手了。我没有约会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都追到你们家楼下了，对吧？那是因为他要给我送我落下的东西。他还去公司找过你吧？说什么给咱俩送电影票？我看他全是借口。我真是太单纯了，想着有一个仰慕我的小师妹挺好的，合着人家是来抢我男朋友的呀？嘉诚他这么优秀，有人喜欢有人追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如果他要是不好，没人喜欢，我也不能同意你们在一起啊。爸，您总是帮着他欺负我。那我还帮着你欺负他呀？你舍得？好了，等过了年，明年也该给你们挑挑日子了。孙院长，好久不见。易总啊，你可是好久没有约我喽。哎呀，我疏忽了，别叫我易总了，叫我易佩，这样听着比较舒服。行了，都是老熟人了，就不必客套了。这不，我把女儿爱徒也带来了。易总，你好。是我的荣幸，坐吧。坐坐坐。小晶说，你们在展览上见过。聊了几句。您的这位爱徒，叶嘉诚，我记得他的作品我很欣赏。谢谢易总。难得难得啊！嘉诚有的时候比较理想化、学院派，难得你喜欢。您开玩笑了，这设计展上如果都是平庸之辈的话，那也不用摆那儿了，对吧？易总，您这么欣赏嘉诚，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这个宝贝女儿，她真是急脾气啊！这话还没说完呢，菜都没动呢，就着急说结束语了。没有，她只是说出我想说的话而已，对吧？易总慧眼识英才，不合作那不是一种浪费吗？我也觉着。吃饭吧，来喝一杯。我听说，格兰城出事之后，你接手了。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。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我发现的，也是我力排众议把这块地皮给拿下来的。开始的时候不被看好，可是现在它的潜力已经慢慢的显示出来了。虽然目前遇到了一些状况，但是不影响它未来的发展。它的区位影响和周边的发展指日可待。我只是最近老是在琢磨，怎么利用它的劣势，把这个格兰城的项目给它完成好，甚至把它做成一个精品，把它变成易贸地产的品牌标志，将来在不同的城市、不同的地区复制推广。